这是在日本买的中国酱油，配料表里干干净净，不含添加剂，产地中国。美国买的酱油配料表里也是很干净，不含添加剂，产地也是中国。而我们的酱油配料表里有我们很多不认识的名称，这是怎么一回事？同样都是产地中国，为什么会有不同之处？后来又得知一个关键点，添加剂的食品公司巨头背后最大的股东竟然是医疗产业。添加剂、医疗产业，这两者看似没有什么关联，又似乎隐藏着资本的骗局。今天呢，我用一个视频来给你说明白。萝卜快跑我放在最后，所以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完。有人说当代年轻人已经觉醒，不再受儒家思想的荼毒，已经开始逐步转向墨家文化，提倡人定胜天，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来躲避资本的套路。当然如果你也是这么想你就错了，底层百姓永远都摆脱不了资本的控制。这就好比牧羊人在放羊，羊自以为自己可以随意走动，但是不知道的是，你所走的方向是牧羊人摸清你的心理和规律之后依旧给你设计好的，等待你的结果早晚是被屠杀。下面呢，我就简单举几个最浅层的例子，注意这里说的最浅层。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花1万2万甚至更多买了钻石钻戒，然后当你找到典当行想卖掉的时候，回收的价格却只有250元。这个材质的东西它本身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就相信了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给年轻人洗脑整整70多年。只要有少部分人愿意去买，就可以撬动所有人，因为资本知道女人是攀比的，把原本不值钱的东西卖到很贵。资本说只需要营造一个概念，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全球所有的钻石矿产储备量加起来已经超过足足的25亿克拉，根本一点都不算稀有矿产。而买单这些钻石的人往往都是男方的父母，他们省吃俭用了半辈子，水果都不舍得买的淳朴的穷人。第二个呢，翡翠玉石，金银有价，玉无价，这是翡翠销售商联合套路旅游公司收割普通人最经典的一句话，原理是一样的，想把不值钱的东西卖到很贵，只需要一个概念，再抓住女人的心理，攀比，这事基本就成了。但你不知道的是，翡翠玉石的真实价格就是珠宝店的柜台价格，再抹去一个0，然后呢再除以 2.5 到 3.5， 最后得出的价格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暴利的。然而这些还是最浅层的东西，如果资本只局限于在这个层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真是个好事。但是真相呢，它却远不止于此。比如80后和90后的身体远不如60后，并且很多类似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这些在过去50岁以上人才有的，在最近90后逐步开始年轻化。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牧羊人。牧羊人为了利益，他根本不管羊群的死活，所以我们的饮食结构也是资本给底层设计好的。我们拿美国举例，美国的麦当劳汉堡是很便宜的，但是分量又很大，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在资本的眼里，让他们所控制的餐饮业越发达，医疗行业它就能更繁荣。首先美国先请明星代言拍广告，把吃快餐打造成一种非常时尚的生活方式，然后再控价，让买2个汉堡的钱只能购买1款蔬菜，这样就让普通的人没得选择。但是资本在做这件事之前早就有一份惊人的数据报告，大量饮食这种汉堡薯条的快餐超过肝脏的处理能力时就会被转化成脂肪。美国的肥胖率从1962年的 13% 涨到如今的 42.4%。 资本想要的呢，就是穷人越穷越胖，越胖越不健康，越不健康就越穷，越穷就越没得选择，最后让医院再收割大量的钱。然而我们对美国过去的这种方式可以说模仿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医为什么被打压？中医是治胃病先预防，而西医呢正好相反，所以在我们这里安乐针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你以为当代年轻人都在觉醒，那是当代人的思维衡量古代的裕民之术，而真正的裕民之术早就更新到普通人的思维的前几十年了。你想到的资本它早就不玩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当下的一个热点，就是无人驾驶。最近萝卜快跑它火速出圈，但背后几个真相我不说你可能真的不知道。第一个呢，所谓的价格便宜不过是请君入瓮的第一招。不信你看这张图，7公里的路程表面上只花了 4.99 元，但是注意这行小字，已优惠了 36.61 元。什么意思呢？只要优惠期一过，7公里的路程照收41块，你还觉得便宜吗？我们可以算笔账按照现在的优惠的价格算。假设一单5元，一天20单才100块钱的收入，但成本呢，一天的电费就需要100块，再加上100块钱的折旧和30块钱的人力成本，一天不到240元的营收，萝卜快跑就不可能收支平衡。但是资本的算盘其实已经算得很明显了，连续补贴只要做上半年，滴滴车主们就会被耗死，没人开了，他们再悄悄涨价，然后再垄断市场。资本拿出几十个亿先亏损很轻松，
但是滴滴车主呢，很多都是养家糊口的劳动人民，让他们拿出几万来耗，那都是要出人命的。还有啊，滴滴车主赚的钱最终都会流入到菜市场，会流入到家庭开销。如果一旦让无人驾驶垄断市场，那就只有这背后的资本利益，然后价格呢还会比现在的滴滴还要贵，让打车出行的人也增加了成本，受害者是滴滴车主和打车的普通人，而盈利的只有少数的资本。这样下来，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而有人会说了，滴滴它没有那么好被打倒，这么多年了，人家也积攒了很多资本，绝对有力做抗衡的。但是如果滴滴和萝卜背后的控制人强强联合呢，我相信他们是很愿意的。第一点呢，很轻松的他们就能赚到巨资；第二点呢，节省了很大一笔的补贴成本；第三点呢，同时还缩短了垄断的时间。如果你视频能听到这里，换位思考，你也是很愿意做这件事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受害者都是普通人。因为资本的利益来源就是底层人民的无知和错误的观念，穷的人越来越穷，富的人越来越富，这就是古代统治阶级和今天资本实现的共同目标。说到这里啊，就给大家普及一段历史。2300多年前，百家争鸣，在先秦的中国还处于春秋战国的时期，也就是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段时间里，同时出现了很多文化思想，也就是历史上的一次新文化运动诸子百家。这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阴阳家、纵横家等等众多学派，他们分别提出了治国理念和思想。也正是因为这次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影响了2000多年后每一个中国人的三观、行为和思考方式。而200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的骗局奶头乐就是传承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因为从战国到汉代，统治者发现儒家文化可以最大的实现护卫皇权、贵族利益，保护了血缘宗亲，拉开贫富差距，实现了育民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儒家呢，它就成为了盛世，走进了教科书。墨家那么强悍，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君王的重用，后来就在历史中神秘消失。道家一直都很神秘，但是《道德经》中经常提到的无为不争、与善人、言善信的这些类似于儒家的观点，又让我们看不懂老子向后世表达的真正意思到底是什么。直到1973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马王堆啊是一座道家的宝库，它不仅有着道家失传的技术和思想，还有着汉代的资本骗局。从这些出土的帛书中，专家发现了老子5000言的内容，也就是《道德经》。而汉墓中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居然和我们今天的《道德经》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有700多处关键的内容被后人篡改过。我们读了数千年的传世宝藏《道德经》，它居然是假的。而马王堆出土的却是德道经，德在前，道在后。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虽然只是顺序不同，但是意思呢，同样也是天差地别。德在前是更注重人的修为，其次要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而道在前是更注重天道和规律，其次是人的修为。说白了，这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而篡改的内容更加的惊奇。比如《道德经》中说大器晚成，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大器免成。原来老子的意愿、坚持、福报、大器晚成这种心灵鸡汤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上写着曲则进，枉则定。原来老子啊，他也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是篡改《道德经》的统治者。我们的书上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于善信。无论是读老子的道还是庄子的道，我们都会发现他们最烦的就是仁义。说庄子啊，说仁义都是鬼话，是把圣人故意大道掩盖之后拿出来编造人的东西。而奇怪的是呢，为什么《道德经》上又说与善人，言善信呢？这不就是和庄子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吗？读了2000多年，我们都没有整明白。结果帛书出土之后啊，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说的于善信呢，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来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再比如啊，我们的书上写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而帛书上写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原来老子的意思啊，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帛书《道德经》和现代版的区别很大，几乎每一章每一句都不一样。而《道德经》之所以被篡改，是历代君王和今天的资本为了实现共同目的，固化民众思想。他不希望普通人都能拥有大智慧，而是用儒家思想来育民、愚民。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什么呢？人要分等级，构建等级社会，士农工商，男尊女卑，然后再提出君子以固穷，贫穷要安贫乐道，提倡信命。贫苦百姓家的孩子出生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包括你的祖孙三代，世世代代都是贫苦百姓。而贵族永远都是贵族。然后呢，再篡改道德经，让底层人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服从是做人不争的大道。这才是一个1000年的历史骗局最底层的驱动力。
自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道家的真相，公开了道家失传的思想，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真正的文化是强悍的。但很遗憾的是，我们2000多年来学习的是被篡改，所以帛书的老子5000言，专家坚持一定要出版。